首先，我们来学习中医诊断的几个概念。中医诊断包括诊法和辨证两部分，它是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临床各科，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科、推拿科等等之间的桥梁，是中医学课程体系中的主干课程。也就是说，学习中医必须学习中医诊断学。那什么是诊断？什么又是诊断学呢？诊即诊查了解，是医生通过查看、询问、检查病人，掌握病情资料的过程。断即分析判断，是医生通过对病人的健康状况和病情本质进行辨识，并对所患病症做出概括性的判断的过程。因此，诊断即诊查病情、综合分析判断病种、辨别症候的过程。而中医诊断学就是在中医理论体系的指导下，研究诊查病情、判断病种、辨别症候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一门学科。那中医诊断学包括哪些内容呢？中医诊断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即诊法、诊病、辨证和病案4部分。首先，我们来学习诊法。诊法是中医诊查、收集病情资料的基本方法。中医的诊法又称为4诊，是指望、闻、问、切4种诊断方法，也就是医生用自己的感官来收集病情资料的方法。其中，望诊是指医生用眼睛来观察病人的神色、形态、舌象以及排出物等等，以断病的方法。闻诊包括听和嗅，是指的医生用耳朵去听病人的语言、呼吸等声音，以及用鼻子去嗅病人发出的异常气味等等，以断病的方法。问诊是医生用自己的口去询问病人的有关病情资料，如病史、自觉症状等等，以断病的方法。而切诊包括脉诊和按诊，是指医生用自己的触觉，也就是用手去触摸病人的脉象，或者触按病人的有关部位，以断病的方法。中医4诊收集的病情资料，我们称之为症状或者是体征。症状是指的病人自觉的不适和痛苦，症状通常是指的病人的主观感受，也就是说，病人不舒服的表现，如果病人自己不说，医生是不知道的，这就是主观感受，比如头痛、耳鸣、胸闷、腹胀等等。体征是客观的病情真相，也就是说，即使病人不说，医生也能够通过检查而发现的病情表现，比如发热、小便黄、大便干等等。我们把病人的主观感受及症状，以及医生通过检查而能发现的病情真相，又叫做体征，我们统称为症状，简称为症。症是指的疾病所反映的具体的现象，也就是病情资料，它是判断病种、辨别症候的主要依据。症在中医诊断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中医治疗疾病并不是直接针对症状来进行治疗的。比如，一个病人有发热、恶寒、头痛、咳黄痰、鼻塞、流黄涕等等这些症状，中医治疗这个病人呢，并不是直接针对一个一个的症状进行治疗的。比如发热给予退烧药，头痛再加上止痛药，咳嗽再加上止咳化痰药，鼻塞再加上通窍药等等。如果只是这样对症去治疗的话，这既不是中医的治疗的方法，病人的病恐怕也很难被治愈。中医诊断的第2部分就是诊病。诊病又称辨病，是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之下，综合分析4诊资料，对疾病的病种做出判断，得出病名的诊断思维过程。诊病的病，也就是疾病的病名，是对具体疾病全过程的特点和规律所做出的概括和抽象，也就是该具体疾病的代名词，比如感冒、风温、春温、湿温、中风等等。还有一些西医的病名，比如说高血压病、糖尿病等等，这都是疾病的病名。病是对疾病的全过程的特点和规律的概括，辨病有利于知道疾病的演变规律。比如说，有2个头痛的病人，其中一个病人呢是因为2天前淋雨以后出现发热头痛，而另外一个人的头痛反复发作5年，因为与人争吵而发生头痛。
这两个都是头痛的症状来看病，但是一个是因为感冒病引起的，另外一个呢是因为高血压病引起的，两者的病截然不同，也就是说，两者的疾病的本质完全不同，因此治疗的方案也完全不一样。对疾病的病名做出诊断，这是临床各科应讨论的主要内容。在学习中医诊断时，还不可能对疾病的病种进行辨别，难以做出病名的诊断。因此，中医诊断只是对疾病怎样进行诊断的基本方法，以及疾病的命名、分类等做初步的介绍。中医诊断的第三部分就是辨证。证是一个中医学特有的概念，它是对疾病所处的一定阶段，也就是当前阶段的病因、病性、病位以及病势所做出的概括。症也是对疾病的本质抽象的概括，比如感冒这个病，从症的角度又可分为风寒症、风热症、暑湿症、气虚症、阴虚症等等。也就是说，感冒这个病有5个不同的症的阶段。辨证是指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之下，对病人的各种症状体征进行分析和综合，对疾病当前阶段的病因、病性和病势等等做出判断，并概括为完整证明的诊断思维过程。在辨证的基础上进行有相对性的治疗，这就是辨证论治。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2个基本特点之一。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症、病的概念，下面我们用感冒病来举例说明这3者之间的关系。感冒这个病名是对疾病全过程的特点规律所做出的概括。感冒病有5个阶段，也就是5个症，分别是风寒症、风热症、暑湿症、气虚症和阴虚症。而每一个症呢，又有若干有关联的症状，比如风寒症可见为恶寒重而发热轻，无汗、喷嚏、流清涕、脉浮紧等症状；而风热症可见有发热重、恶寒轻、汗出不彻、咳黄痰、流浊涕、脉浮数等症状。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症状是疾病的具体的真相，病是对疾病全过程的特点和规律的概括，而症是对疾病的某一个阶段的病理的概括。症状是疾病的表象，而症和病则是疾病的本质。中医治疗疾病，则根据疾病的本质，也就是病和症来进行治疗的。中医治疗特色就是在辨病的基础之上进行辨证，然后重点针对不同的症进行个体化的治疗，这就是辨证论治。比如同是感冒病，有人是风寒症，有人是风热症。中医治疗感冒，并不是直接用所谓的感冒药来进行治疗，而是根据感冒中到底是风寒症还是风热症，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治疗。比如风寒症采取疏风散寒，可以选择生姜红糖水，或者是金防败毒散、麻黄汤、桂枝汤等等来进行治疗；而风热症采取疏风清热的方法，可以选择银翘散、三聚阴等进行治疗。以上是我们讲的病症和症状的关系。中医诊断的第4个部分就是病案。病案是临床有关诊疗等情况的书面记录，又称为病历、诊集。病案是医疗、科研、教学、管理及司法的重要的资料。由于中医与诊断这一门课的时间有限，因此病案的部分我们就不做重点学习了。为什么中医望闻问切四诊可以诊病呢？它有什么原理呢？中医诊断的基本原理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分别是思外传内、见为支柱、以常恒变。中医诊断的第1个原理呢是思外传内。外是指的疾病表现在外的症状体征，内是指的脏腑等内在的病理本质。思外传内呢，是指通过观察外表的病理现象，推测内脏的病理变化。这是因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的脏腑与体表是相应的，所以观察外部的表现可以推测内脏的变化，从而可以了解内脏所发生的疾病。同时，认识了内在的病理变化，也可以解释显现于外的征候，比如舌红表明了有热，而唇白表明气血不足。中医诊断的第2个原理就是见为支柱。
微是指的微小局部的变化，著呢是指的明显的整体的情况，见为之著就是指的通过机体的微小的变化可以推测整体的状况。这是因为人是一个整体，人体的任何局部都可以看作是整体的缩影。比如说耳为宗脉之所据，耳的外形像一个倒置的胎儿，因此耳廓的局部的变化能够反映全身的变化。又如目，五脏六腑的精气都上注于目，因此眼睛能反映人体的全身及脏腑精气的盛衰。还有舌、面部、寸口脉等等，都能够反映全身五脏的精气的盛衰。中医诊断的第3个原理就是以常衡变。常是指的健康的生理的状况，而变是指的异常的病理的状态。以常衡变是指的通过观察比较，在认识了正常的基础之上，发现太过或者是不及的异常变化，从而认识事物的性质及变动的程度。比如中国人的正常面色为红黄隐隐，明润含蓄。那么满面通红，或者是两颊潮红，或者是面色苍白，或者是面色黧黑，那么这些都是为病态。又比如正常的舌象为淡红舌薄白苔，那么舌红或者是白，苔或黄或绿，则都是属于病态。以上是中医诊断的3个基本原理。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中医诊断过程中我们应该遵循哪一些基本的原则。中医诊断遵循的基本原则有3个，分别是整体审查、诊法合参和病症结合。首先，中医诊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整体审查。整体审查是将整体的病理联系与所处的环境相结合，综合判断病情。这是因为中医学认为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和自然界以及社会也构成整体。所以诊查疾病时一定要整体审查，才能准确诊断疾病。比如临床常见的胃痛胃胀的病人，常常有精神紧张、生活压力大等等肝气郁结的因素。如果只针对胃进行诊治，而忽视社会精神的因素的影响，那就很容易导致失智和误治。其次，中医诊断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是诊法合参。诊法合参是指的四诊并用，方法参用，对病情资料进行综合收集的方法。这是因为望闻问切四诊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诊查病情，方法各异，不能取代。在临床上，四诊合参运用时不一定按照固定的诊法顺序来进行，临床上常常是四诊互用，边诊边辩，诊断交替进行。比如诊咳嗽的病人，不仅闻咳嗽的声音，还要问有无咽痒咽痛的感觉，还要望咳嗽的痰的颜色、质地等等。因此，只有四诊合参，才能全面准确地诊断疾病。最后，中医诊断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病症结合。病症结合是指的病和症各自反映疾病的侧重点，均是对疾病的本质的认识。病是对疾病全过程的本质的认识，而症是对疾病当前阶段的本质的认识。因此，辨病与辨证结合，有利于对疾病本质的全面认识。临床进行思维分析时，有时先辨病后辨证，有时候呢先辨证后辨病。如果通过辨病而确定了病种，并可根据该病的一般演变规律而提示常见的症型，因而在辨病的基础之上进行辨证。当疾病的本质反应尚不够充分时，先辨证不仅有利于当前的治疗，而且通过对症的变化的观察，还有利于对疾病的本质的揭示，从而确定病名。因此，可以先辨证后辨病。我们只有在中医诊断中坚持整体审查、诊法合参和病症结合的3个基本的原则，才能对疾病做出准确的诊断。接下来，我们将分别从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2个方面来进行学习。让我们一起展开学习之旅吧。